这个男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舞池里面最漂亮的女人，表情有些惊喜，又有些意外。对方是他暗恋已久的小燕，没想到多年未见，她依旧貌美如花，还更加成熟妩媚了。男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上前便问她能否跳支舞。小燕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只是补充了一句，跳支舞要付5块钱。原来他在这里出现并不是简单的跳舞，而是他的一份工作，只要肯掏钱，谁都可以和他一起跳舞，甚至占点小便宜他也无所谓。男人有些吃惊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女神会变得如此堕落，还问对方是否记得自己。可小燕对他完全没有印象，就算男人费尽了口舌，小燕也记不起来两人曾经是小学同学。男人瞬间没了兴趣，就扔给他10块钱，还大方地表示不用找了。原本以为两人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，可没想到第二天小燕竟然出现在他的面前，甚至还主动提出了约会，这让男人有些受宠若惊，还以为自己魅力四射，小燕才会改变心意。其实小燕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变化，是因为她从村里人的口中得知，男人在外面挣了大钱，还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而自己现在单身，这么好的机会她又怎么可能错过呢？可她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男人自导自演的把戏。这个男人叫四喜，8年前他出门打工就一直没有回过家。他现在是一名货车司机，上高速的时候不经意路过家乡，他才准备回家一趟。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他谎称自己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，这样一来别人就不会瞧不起自己了。可他刚回家，父亲和大哥就将他臭骂了一顿。原来四喜离开家的这几年，母亲因病去世，而家里人没有四喜的电话号码，所以他连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上，这让四喜羞愧不已。他来到了母亲的坟头，祭拜完后就打算一走了之。可他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就很想见一见他暗恋已久的小燕。于是他几经打听，到文化馆找到了小燕，但最后却碰了一鼻子的灰。四喜有些心灰意冷，而家里人虽然对他颇有怨言，但他在外面混得不错，还在公司当了总经理，也算是争了一口气。所以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小燕的耳朵里，于是小燕才会改变心意，准备和四喜有进一步的发展。单身已久的四喜也感到如沐春风，两人经常约会，最后谈起了恋爱，感情也迅速升温。这天，父亲主动叫四喜回家吃饭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四喜开货车的搭档志强也开始不停地吹牛，说四喜现在混得不错，在公司当总经理，年入几十万只是小意思。他说的天花乱坠，反正在自己家里吹牛吹得再大也没人管。一旁的大哥听得入神，而父亲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既然外面的钱这么好挣，他希望四喜可以带上大哥，也顺便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。听到这里，四喜瞬间清醒了不少，但他只是货车司机，养活自己都很困难，又如何养活大哥呢？为了避免惹上麻烦，第二天早上他就借口工作太忙，急匆匆地离开了家。可没想到大哥还是不死心，他找到了四喜的住处，希望四喜可以帮他找工作，毕竟两人是亲兄弟。他现在在外面挣了钱，无论如何也要帮自己一把。四喜感到非常为难，他不敢说出实情，只能谎称公司招人的事情不归自己管，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说。可大哥却认为四喜是在故意推脱，他一个高中生都可以当总经理，自己为什么就不行呢？四喜感到非常无奈，他突然想到货运公司的洪老板还拖欠自己8个月的工资，于是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打算瞒着洪老板，将车上的货物全部卖掉，这样自己的手里就有钱了。说干就干，他和志强到饭店里不停地推销，最后把所有的货物都卖出了高价，随后就给家里添置了一台大彩电，还扔给大哥1万块钱，当做这几年他照顾家里的补偿。大哥拿到钱后，也不再提出门挣钱的事情了。与此同时，四喜和小燕的关系也在火速升温，两人相处没多久便有了结婚的打算。这几年，四喜一直在外漂泊，没有家的日子实在是苦不堪言，他很想有个家，从此安定下来。所以小燕虽然离过婚，还有一个7岁的孩子，他也毫不介意。而小燕也感受到了他的真心，对这门婚事也点头答应了。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，还表示要辞职留在老家，以后和小燕好好的过日子。但全家人都提出了反对，因为小燕的名声一直不太好，她在文化馆工作，
说的好听点是在教人跳舞，其实就是在出卖自己。不管什么年龄的男人，只要付5块钱就可以和他跳舞，简直和舞厅的小姐没有区别。听到这里，四喜感到十分生气，还差点和大哥打了起来。大哥又说四喜现在的工作年薪有几十万，这么好的条件还要辞职回家，真是可笑至极。他甚至还放出了狠话，如果四喜敢和小燕结婚，那就滚出这个家。可四喜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他不顾家里人的反对，最后还是找了间小破屋，和小燕过起了同居的生活。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了出来，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定会让小燕过得幸福。但他很快就败给了现实，因为没有工作，两人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。父亲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他趁四喜不在的时候找到了小燕，希望她可以主动提出分手，因为小燕的名声不太好，离过婚还带着孩子，实在是配不上四喜。而且四喜不去工作的话，以后也不能接济家里了。其实小燕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，而且她也知道四喜根本不是什么有钱人，她愿意和四喜过日子，是因为四喜对她是真心的，也没有因为她跳舞的工作而嫌弃自己。可四喜父亲的一番话却让他看清了现实，毕竟爱情不能当饭吃。他考虑再三，给四喜留下了一封信，随后就前往北京打工了。他希望四喜可以有所作为，也不要忘记两人的这段感情。得知消息的四喜有些不能接受，他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幸福也落了空。可他还来不及伤心，货运公司的洪老板却找了过来，他让四喜赶紧还钱，四喜拿不出来就被对方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其实四喜并不是真的想赖账，因为洪老板欠了自己8个月的工资，他打算用货款相抵，多出来的1半2他会还给洪老板。可他最近打算和小燕结婚，所以身上已经没钱了。父亲知道后并没有过多的责怪，他让老大把四喜之前给他的钱交出来，还给洪老板后，对方才肯离开。可到手的钱还没捂热就要还回去，大哥的心里很不痛快，经常对四喜冷嘲热讽。四喜也觉得羞愧难当，就决定继续出门闯荡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临走前，大哥竟然拿出来一笔钱给四喜当路费，说是自己和父亲的一片心意。毕竟男人在外面需要用钱的地方有很多，而四喜回来后，他们就把四喜当作摇钱树，却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。这几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，也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。听到这里，四喜的心里充满了感动，父亲也在旁边告诉他，不管在外面有多么辛苦，挣来的钱一定要光明正大，千万不能做违法犯罪的事情。他还给四喜道了歉。原来在8年前，四喜之所以会离家出走，是因为自己高考落榜，父亲将他狠狠地责骂了一顿，大哥也数落他不争气，他感到心灰意冷，才会选择外出打工。而父亲这句迟来的道歉，却让四喜更加的无地自容。一直以来，他很想在外面混出个模样，然后再风风光光的回来，可没想到自己的谎言还是被戳破了。他一直记恨着父亲，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父亲却选择了原谅，还不计前嫌地帮了他。几天后，四喜带着志强又开起了货车，拿着父亲和大哥凑的路费，他的目标也更加清晰。他不再是一个漂泊无根的人，因为他的心里已经有了牵挂。而小燕刚开始的确是因为钱才接近四喜，可相处之后也感受到了对方的真心。两人最后虽然没有走到一起，但曾经相互温暖，也成全了对彼此的救赎。人生就像是漂泊在大海里的一只航船，而家就是最安全的港湾。不管你身在何方，也要记得常回家看看。好了，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喜欢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